我花了2年半，把村里没人要的100亩荒山改造成果园，自掏腰包修渠铺路，雇村里闲散劳力干活。眼看果树要挂果，村长忽然带人找上门，租金1年涨50万，不然就滚蛋！你爸当年读书的钱都是村里凑的，让你多交点租金，怎么了？我咬牙答应，想着再忍几个月就能回本。没想到村民根本不满足，第2天就把我堵在果园里。你雇我们干活，1天才给100，外面都300，不涨工资我们就举报。让你爸这个大学教授当不成。我忍气吞声，贷款补齐差价。没想到第2天，他们竟放火烧了我的果园。村子马上要拆迁建机场了，意外失火也是天意。你这几个破果子又不值钱。对了，你家户口早迁城里了，拆迁款可没你家的份儿。看着3年心血烧成灰烬，我直接掏出压了1年的古墓勘察报告。赵村长，这村子恐怕拆不了了。这片地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你们不仅1分钱拿不到，并且恶意破坏文物，也不知道要踩多久缝纫机。他脸色瞬间惨白，双腿失去支撑，直直跪下。村长赵德柱蹲我旁边，焊烟袋敲了敲石头。小满，这地得涨租了。他身后站着10几个村民，个个板着脸，向来讨债。我直起身，腰杆一阵酸痛。连着3个月，每天只睡4小时，带着工人修水渠，手上全是老茧。3年时间，我把这片荒坡变成全省最大的卵子石榴基地，今年就能挂果，现在却突然告诉我要涨租。赵叔，合同咱们签了5年。合同那是老黄历了，现在行情变了，1亩地1年得3000。不是当初那1200了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3000一亩，300亩就是90万，我账上只剩20万流动资金，全砸进去也不够。见我不吭声，后排挤上来个胖女人，是我2婶周秀兰。你在外面读了4年大学，回来占着村子的地发财，好意思跟我们讲合同？她身后几个亲戚跟着起哄。你爸、你小叔当年能走出穷山沟，全靠村里人凑学费，现在轮到你回报了。我死死攥紧拳头。我爸确实说过报答这话，每次过年回来，他都念叨村里人的恩情。可我去年查过老账本，我爸读大学那2天学费是爷爷卖了2头猪凑的。村里人所谓的接济，就是开学那天来家里蹭顿饭，临走往我奶手里塞5块钱，5块钱换了我家30年的感恩戴德。二婶，我爸的学费怎么想赖账？周秀兰声音陡然拔高。你爸现在是大学教授，你小叔在事业单位，要没村里人当年帮衬，他们能有今天？你现在回来种地，1年少赚几百万，多给点租金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这钱你必须给，不然……他回头看向那群村民，不然我们就把水渠扒了，让你这300亩果树全渴死。我盯着周秀兰涂满廉价粉底的胖脸，突然想起3年前，那时我刚毕业，拿着城里投行年薪30万的 offer， 奶奶临终前抓着我的手，说想回老宅看一眼。我陪她回来，发现全村只剩老人小孩，山地荒得长满荆棘。我当时脑子一热，辞了工作，拿我爸给的买房钱租下这片地。村里人乐坏了，赵德柱握着我的手，小满啊，你是咱村飞出去的金凤凰，回来带大家致富，村里人记你一辈子好。我信了，自掏腰包修了10几公里山路，建了水渠，村里的留守老人和闲汉，我全招进果园干活，1天100，管2顿饭。现在他们却要扒了我的水渠。二婶，我强压着火，租金的事儿咱们好商量。赵德柱和周秀兰对视一眼，眼底闪过一丝得意。这才对嘛！赵德柱拍拍我肩膀，小满，叔也不是为难你，现在行情就这样。还有，村里人都觉得你给的工钱太低了，1天100，包2顿饭。还低，城里端盘子的都300一天了。人群里钻出个年轻人，是赵德柱儿子赵强。满哥，你一个大老板抠抠搜搜的，传出去不怕丢人？这样，1天300，少1分都不干。还有，以后果园收益，村里要抽30%，毕竟地是集体的，你赚再多也是占我们便宜。我太阳穴突突直跳，1天300，1年就是200多万，再加30%利润抽成，我忙活3年，等于给村里打白工。你们这是明抢！赵强笑了，满哥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给你机会回报乡亲，你不感恩就算了，还污蔑我们。听说你爸在评职级，你小叔在竞选，你说要是村里人联名写封信，说他们忘恩负义，不管老家死活。我猛地抬头，他退后一步，笑得得意。满哥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我们不急。等得起。那晚我在果园里坐到凌晨，盯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，突然想起1年前的事。那天我在后山挖排水沟，铁锹突然磕到硬物，挖开土是一块青石板，上面刻着古怪纹路。我拍了照片发给省博的同学，他连夜带人来看，激动的话都说不清。小满，这可能是东汉墓群的封土，规模不小，要是证实，这片区域都得保护起来。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保护起来意味着我的果园要前功尽弃。同学看出我的顾虑，放心。程序要走很久，你先正常经营，等批文下来，上面会有补偿。
我把这件事咽进肚子里，谁都没告诉。赵强说的也对，我爸在评职级，我叔在竞选，一封联名信足以毁掉他们30年的努力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冒险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村委会，赵德柱正喝茶，见我进来，眼皮都没抬。想通了，我平静开口，我答应你们的条件。他茶杯一顿，和周秀兰交换了个眼神。还有，我小叔让我带句话，感谢村里人当年的恩情。等他和我爸有空，一定回村摆酒致谢。这是谎话，但我需要筹码。赵德柱笑得满脸褶子。小满，叔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。他起身热情拍我肩膀。这样，工钱的事儿不急，你先把今年的租金补上，一共900万，我给你3天时间。我点头，转身往外走。周秀兰在身后阴阳怪气。城里人又怎样？一个只知道读书的死小子，还不是被咱们轻松拿捏？我冷笑一声，没有回头。3天内凑90万，我只能买车，可还是不够。我又找哥们抵押了放他那的2块翡翠，借了50万。钱一到账，我全转给赵德柱，他秒收，发来一条语音：小满啊，叔替村里人谢谢你。那个有个事儿忘了说，修水渠占的那2亩地是属于赵强的，得另算租金，1年10万。我死死盯着屏幕，手指发抖。那2亩地是修渠时临时占的，当初说好无偿使用。赵叔，合同里不是说了？他发来个笑脸表情。小满，你怎么又提合同？咱们讲的是人情，不是合同。你要觉得贵，可以把渠扒了重建。我拨通他电话。赵叔，我手里真没钱了。没钱？你家在城里不止1套房，卖1套不就行了？还有你爸妈，让他们凑啊。你爸大学教授，你妈医院主任，还差这几万不成？或者他压低声音，你把果园股份分村里人一些，大家成了股东，什么都好商量。我挂断电话，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。窗外，工人们正给果树套袋，他们是我亲自招的。王大爷的腿是我出钱治的，李婶的孙子是我托人送进小学的。现在他们要扒了我的渠，我最终还是借了网贷，凑够10万转给赵强。这边的事儿，我不想让爸妈操心。他收款后发来一段视频，画面里他站在水渠边往水里撒尿。满哥，钱收到了，放心，渠我帮你看着，没人敢动。我关掉视频，死死攥紧拳头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巡园，生怕再出什么幺蛾子。工钱涨到300后，村民们干活反而更敷衍。王大爷蹲在地头抽烟，李婶带着儿媳妇在树荫下嗑瓜子。太阳太毒，等凉快了再干。我不敢催，怕他们翻脸。再是阴招，石榴花谢了，指甲盖大的青果挂满枝头。我算了笔账，按现在的产量和市场价，第一批果子能卖400多万，扣除成本和村里抽成，能剩下100来万。我安慰自己，忍过这一季就好了。等果子卖了，我立刻把果园转手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可我没想到，他们连这一季都不让我过。那天是周六，我在镇上买农药，忽然接到技术员电话：满哥，出事了，你快回来！我飙车赶回果园，远远看见浓烟滚滚，300亩山地，火从东头烧到西头，工人们站在路边看热闹，没人救火。赵强叼着烟冲我招手：满哥，回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呢。我扑向最近的水管，被他一脚踹开。省省吧，烧干净了，正好重新规划。他凑近我：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村里马上要拆迁建机场了，1亩地赔80万，你那300亩正好2亿4千万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瘫坐在地。村子拆迁，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周秀兰从人群里挤出来：早说的话，你这个冤大头还会回来开荒吗？上面说了，荒山1亩地赔10万，种上果树1亩赔80万呢。赵德柱走过来：小满，别怪叔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贪。你要是不回来占这块地捞钱，村里早几年就拆迁了。你耽误大家发财，烧几棵树，便宜你了。我盯着他，几乎要把拳头捏碎。你们放火烧山，就不怕我报警吗？赵强笑了，掏出手机晃了晃：满哥，火是电线老化引起，你要是非要闹，我就开直播，让全网看看你爸和你小叔是怎么忘恩负义的。识相点儿，把嘴巴闭紧，夹起尾巴滚回你的城里去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在镇上的小旅馆住了3天，第3天晚上，我找了个网吧，登录网盘，里面有我这几天存下的所有证据，和赵德柱的通话录音、转账记录，他索贿的聊天记录，还有那份被我压了1年的古墓勘察报告。报告最后一页是省文物局的红章，经勘察，李家村后山区域存在大型东汉墓群，建议立即启动文物保护程序，冻结该区域所有建设开发活动。只要我把这份报告交上去，机场拆迁和赔偿款就会泡汤。赵德柱、周秀兰、
赵强，他们以为吃定了我，却不知道这3个月我每周去一趟省文物局，催进度、补材料、送图样。其实我比他们任何人都希望机场建成，这样我的果园能拿一笔可观的补偿，我也能体面的离开。可他们烧了我的心血，把我逼到绝路，那大家就一起死。第2天一早，我出现在省文物局门口，接待我的是老同学陈默。我从包里掏出 U 盘，我来提交补充材料。过去3个月，我在果园周边发现的更多遗迹线索，还有，我顿了顿，我申请加快审批流程。他愣住，加快？之前不是你一直拖着，说等果子收了再公布吗？我平静地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全告诉了他。陈默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最终他接过 U 盘，审批最快要2周，你也别太难过。我转身往外走，他在身后喊：小满，报告一旦公示，你就成全村公敌了，你想清楚。我没回头，只是挥了挥手。从他们变着法算计我那天起，早就是我的敌人了。回到村里，我发现气氛变了，原本冷嘲热讽的村民突然热情起来。赵德柱亲自来旅馆找我，拆迁款的事有眉目了，让我回村委会详谈。村委会里，赵德柱坐在主位，周秀兰站在他旁边，还有几个村里说得上话的老人围坐一圈，跟开什么重要会议似的。我进门，所有人都盯着我看。赵德柱指指对面的椅子，小满，坐。叔今天叫你来是好事儿。我坐下，没吭声。他掏出根旱烟点上，慢悠悠吐个烟圈。拆迁的事儿基本定了，机场选址就在咱们村这片，下个月评估组就下来。我心里冷笑，面上不动声色。那真是恭喜村里了。周秀兰凑过来，同喜同喜，小满啊，你那果园虽然烧了，但地还在，赔偿款1分不会少。我挑眉，是吗？那挺好。赵德柱接话，好是好，可有个事儿，叔得跟你商量商量。赵叔您说。是这样的，他往前探探身子，上面给的赔偿标准，荒地和果园不一样，荒地1亩10万，果园1亩80万。我知道。他压低声音，可这果园地是村里的，你只是租户，这赔偿款怎么分，上面没说死。周秀兰忍不住了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那果园，村里人觉得赔偿款应该全归村里。我放下茶杯，那你叫我来干什么？他噎了一下，赵德柱连忙打圆场，小满，你听叔把话说完，咱们也不能让你吃亏不是？你说是不是？毕竟你辛苦了3年，虽然果子没收着，但活干了。村里商量了一下，给你个人情，30万，就当补偿你的辛苦费。我投资了300万，搭进去3年青春，他们拿30万打发我，换做以前，我肯定拍桌子骂娘，可现在我只想笑。赵叔，您的意思是让我放弃果园那部分的赔偿？周秀兰眼睛一亮，对，你签字放弃，村里给你30万，这事儿就2清了。我低头沉默，他们以为我在挣扎，在痛苦，在犹豫，实际上我在拼命憋笑。旁边一个老人开口，是村里辈分最高的七爷。小满，你也别怪村里心狠，你那果园本来就占着公家的地，现在村子要发展，你得顾全大局。你爸你小叔都是体面人，传出去跟老家争钱不好听。我抬头看着这群道貌岸然的人，七叔说的对。他们愣住了。周秀兰试探着问，你同意了？我摊手，同意啊，地本来就是村里的。赵德柱和周秀兰对视一眼，眼里闪过一丝狂喜，但又强压下去。我话锋一转，不过赵叔，我有个条件。他脸色微变，你说，我那果园投资了300万，修路、建渠、买苗、雇人，全是借的钱。现在果园没了，债主天天追着我，你们让我放弃赔偿，行，但这300万的债给你们还。周秀兰脸色变了，凭什么让我们还？那是你的债。我慢条斯理，二婶，您这话说的，我放弃了赔偿，钱全归村里，债主能不找村里要？到时候人家起诉，法院一查，这赔偿款进了村里的账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强制执行？赵德柱眉头皱起，村长，别听他吓唬人，他就是想讹钱。二婶，要不您借我300万，我立马签字走人，绝不多说一个字。他闭嘴了。村委会里陷入沉默。我起身，各位慢慢商量，想好了通知我。对了，我最多等3天，3天后债主找上门，我可就不管了。说完，我推门离开，身后传来周秀兰压低的声音：“他是不是炸咱们？”赵德柱沉吟：“不像，他爸他叔都要脸，他不敢拿这事儿闹。那怎么办？300万啊！急什么？让我想想。”我回到旅馆，躺床上盯着天花板笑。这帮人真以为吃定我了。第二天下午，赵德柱来了，进门第一句话：“小满，叔跟村里商量好了，300万给你。”我坐起来看着他，他一脸肉疼，但还是挤出笑。不过有个条件，你不仅要放弃果园赔偿，还得放弃你家老宅。我挑眉，老宅？对，他坐下掏出旱烟。你家户口早迁城里了，老宅本来没你的份儿，咱们一次说清。你签字放弃所有拆迁权益，村里给你凑300万，
两清。我心里冷笑，老宅虽然破，但占地不小，按拆迁标准，少说值100多万。他们这是把我往死里扎，可他们不知道那张纸上写的本来就是个0。行，我点头。不过我也有个条件。赵德柱皱眉，还有条件？ 3天内钱到账，我立刻签字。他松了口气。这个好说，明天村里开会凑钱。第3天晚上，周秀兰带一袋现金出现在我旅馆房间。数数，300万。我打开袋子，一捆捆钞票，码得整整齐齐。行，我掏出打印好的协议。二婶儿，您看看，没问题就签。他接过协议，翻来覆去看几遍，递给旁边的赵强。赵强扫了几眼，没问题，放弃所有拆迁权益。周秀兰笑开花，拿起笔刷刷签字，又盖上村委会的章。小满，别怪二婶心狠，村里要发展，总得有人牺牲。你年轻，以后机会多的是。我收起协议，把钱袋放进背包。二婶说的对，总得有人牺牲。他没听出我话里意思，美滋滋走了。门关上那一刻，我掏出手机给陈默发微信，报告什么时候公示？他秒回：后天上午，省文物局直接去村里宣布。我回了个笑脸，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300万到手了，可我还是觉得不解气。果园被烧时，那些人的嘴脸我忘不了，可我手里证据，顶多让他坐几年牢，太便宜他们了。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惨痛代价。第2天一早，我去镇上电子城买2微型摄像头。下午，我借口收拾果园废墟，溜进村子。赵德柱家在村东头2层小楼，独门独院。他老婆常年在外地带孙子，家里就他一人。周秀兰家在村西头，紧挨着二叔老宅。我趁没人注意，在2家院外电线杆上各装个摄像头，角度正好对着院子。回到旅馆，我打开手机 IP， 画面清晰。当晚我就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晚上9点多，赵德柱家院门开了，一个黑影闪进去，放大画面，我差点叫出来。周秀兰穿着花睡衣，披头散发，进门就搂住赵德柱脖子。赵德柱抱住她，两人跌跌撞撞进了屋。我盯着屏幕，心跳加速。接下来画面不堪入目。1小时后，两人完事躺床上抽烟聊天，我把音量调最大。柱子，你说那小子会不会反悔？周秀兰的声音。反悔什么？协议都签了，钱也拿了，他敢闹，就把他爸他叔的事捅出去。赵德柱满不在乎。也是。周秀兰顿了顿。对了，浩浩的事儿，你跟他说了没？没，等拆迁款到手再说。儿子是你的种，你得上心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秦昊是赵德柱的儿子，我猛地想起浩浩的脸。再看屏幕里赵德柱，越看越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周秀兰翻个身，你说老秦的窝囊废什么时候能死？他一死，老宅拆迁款就全是浩浩的了。赵德柱笑，急什么？让他多活2年，反正他也不知道浩浩不是他的。周秀兰得意，那倒是，你是没见他看浩浩眼神，跟看亲儿子似的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。行了，别说了，睡吧。我关掉录像，手在发抖。二叔秦建国是我爸的亲弟弟，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一辈子没出过村。年轻时穷娶不上媳妇，后来经人介绍娶了大7岁的周秀兰。2年后生了儿子浩浩，结果养了快20年，是别人的种。周秀兰不仅给赵德柱生儿子，还在盘算怎么吃二叔绝户。老宅是我爷爷留下的，按老理该我爸、小叔、二叔3兄弟平分。但我爸和小叔进城了，老宅一直让二叔住着。拆迁的话，老宅赔偿款全归二叔。周秀兰打的就是这个主意。我盯着屏幕，心里冒出个念头。第2天一早，我去了二叔家，二叔正在院里劈柴，见我来憨厚笑笑。小满来了，坐，叔给你倒水。我看着他花白头发，佝偻的腰。二叔，我找浩浩，他在吗？在屋里睡觉呢，我去叫。我拦住他，不用不用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对了，二叔，你头上沾了东西，别动，我帮你拿下来。我伸手从他头上拔下2根头发。哎呦，疼！他摸摸头，什么东西？沾的脏东西。我晃了晃手里头发，迅速装进口袋。二叔，我先走了，改天来看你。他笑呵呵送我到门口。常来啊！出了门，我深吸一口气。下午，我找了家亲子鉴定中心。加急，最快多久？3天。行，我把浩浩和周秀兰头发留作对照，二叔头发标为疑似父亲。交完钱，我回到镇上等着。3天后，结果出来，打开报告那一刻，我的手在抖。经鉴定，排除疑似父亲与孩子的生物学亲子关系，也就是说，秦昊竟然真的不是二叔的儿子。第4天上午，省文物局的车开进村子，陈默带着一帮人在村委会门口贴了告示。李家村后山区域发现大型东汉墓群，经省文物局研究决定，即日起启动文物保护程序，冻结该区域所有建设开发活动，原定机场选址另行规划。村民们围成一圈，盯着那张告示，半天没人说话。赵德柱挤进去看了几行，脸刷的白了。这什么意思？陈默看他一眼，平静开口：意思就是村子不拆了，机场不建了，拆迁款没了。轰的一声，人群炸了。我们村哪来的古墓？
不能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赵德柱一把抓住陈默胳膊，同志，你开玩笑的吧？拆迁是省里定的，你们文物局凭什么拦着？陈默甩开他手。凭文物保护法，这片墓群是省级重点保护单位，谁敢动，谁进去踩缝纫机。周秀兰挤到最前面，尖着嗓子喊：不可能！我们村穷了几辈子，哪来的古墓？你们肯定搞错了！搞没搞错？陈默指指后山，那片山坡就是墓群核心区，1年前我们就勘察过了，确认无疑。人群静了一瞬，然后齐刷刷看向我。是你，赵强冲过来，一把揪住我领子，是你抱上去的。我看着他，平静开口：放手！他挥拳就要打，被几个村民拉开。周秀兰跳着脚骂：你个丧门星！你毁了我们全村，你会有报应！赵德柱脸都绿了，指着我鼻子：小满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你故意签协议，故意拿我们钱，你算计我们！我笑了。赵叔，您这话说的，协议是你们逼我签的，钱是你们主动给的，我算计你们什么了？他噎住，人群里开始有人反应过来。对呀，村长，你不是说拆迁板上钉钉吗？怎么冒出个古墓？1年前就勘察了，村长你怎么不知道？该不会是你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吧？放屁！赵德柱急了，我跟他合伙，我巴不得拆呢。别听他挑拨，他就是故意害咱们。他爸他叔肯定有内幕消息。人群又转向我：你个城里人，回来就没好事儿，赔我们拆迁款！他们围上来，七嘴八舌的骂，有人开始推搡我。陈默挡在我前面：你们干什么？想动手？动手怎么了？赵强撸袖子：他坑了我们全村，打他都是轻的。够了！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，人群分开，七爷拄着拐杖走出来，他看着我：小子，你跟七爷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不能拆？我看着他，七爷，古墓是我发现的，报告是我提交的，但您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交吗？他没说话。因为我被逼的，我签了5年合同，村长逼我涨租，我给工人1天100，你们嫌少，要300，我答应了，又逼我分股份，我咬牙忍了，结果你们放火烧了我的果园，你们拿我的钱，踩我的血，还想让我笑着祝你们发财，做梦！我盯着赵德柱和周秀兰，人群沉默了，有人开始嘀咕：放火的事儿，我听说是赵强干；村长收钱的事儿，我也听说过。那小子也是可怜，3年心血，一把火烧没了。赵德柱急了：你们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想挑拨离间。陈默站出来：各位，有句话我本不该说，但今天必须说清楚。古墓发现至今整整1年，这1年里，小满无数次来省城，但每次来都说同一句话：再等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着等果子收了，让大家多拿一份钱。可你们呢？你们烧了他果园，逼他走投无路，他才把报告交上去。毁了这村的不是他，是你们自己。全场死一般寂静，赵德柱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周秀兰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我看了陈默一眼，心里涌上一股暖意。行了，我提起背包，300万我拿了，协议我签了，咱们两清。从今天起，我跟这村没任何关系。我转身往外走，周秀兰冲上来拦住我：站住！你走可以，那300万必须还回来，不然没完。本来想放过你的，你自己送上门。我从包里掏出那份报告。二婶儿，等你把屁股擦干净了，再来操心村里事儿吧。浩浩不是二叔儿子这事儿，您打算瞒到什么时候？轰的一声，人群炸了。什么？浩浩不是老秦的种，那是谁的？秦昊一把抢过报告，盯着看。妈，这是真的。周秀兰嘴唇哆嗦。浩浩，你听妈解释。解释什么？一个声音响起，二叔秦建国从人群挤出来，他佝偻着背，脸色平静的可怕。秀兰，你说，浩浩是谁的儿子？周秀兰慌了。老秦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就是想害咱们。我问你，是谁的？周秀兰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赵德柱往后退了一步，想溜。赵村长，您跑什么？所有人目光齐刷刷看向他。二叔盯着赵德柱，又看周秀兰，再看浩浩的脸。20多年了，他终于看明白。赵德柱，是你？老秦，你别误会，这小子胡说八道。我没问你，秀兰，你说是不是他？周秀兰脸色惨白，嘴唇哆嗦，半天憋出一句：老秦，我对不起你。二叔闭上眼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再睁开时眼眶红了。20年，我当亲儿子养了20年。他转身朝赵德柱走去。老秦，你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二叔没说话，一拳砸他脸上。赵德柱踉跄后退，撞翻桌子。打得好，村长不是东西，周秀兰也是个祸害。秦昊愣在原地，不知道该帮谁。几个沾亲带故的村民冲上拉架，被旁边人拦住。别拉，让他们打。场面彻底失控。我拎起背包，绕过厮打人群，朝村口走去。身后骂声、哭声、打斗声混成一片。走到村口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晨光里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，笼罩在一片混乱之中。我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3个月后，市中心咖啡馆，我和陈默面对面坐着。李村的事儿，听说了吗？我摇头，没关注。赵德柱进去了，
你提供那些证据够判5年，数罪并罚。我点点头。周秀兰死了，我手指一顿，抬头看他。二叔要离婚，他不肯，两人在山上拉扯，他失足掉下山崖，等人找到时，已经被山里蚂蟥吸干了。我沉默。你二叔现在一个人，老了不少。秦昊跑了，不知道去了哪儿，你不想回去看看？我摇摇头。也对，那村子现在彻底没戏了，古墓越挖越大，听说下面还有东西，没个10几年挖不完。上个月后山又发现野生猪户，直接划成自然保护区，拆迁，下辈子吧。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窗外阳光正好。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那300万。你拿的也不踏实吧？我看向窗外，想起那天在村委会，周秀兰递钱时得意的脸，想起赵德柱抽烟时算计的眼神，想起赵强往水里撒尿的视频，想起我的果园300亩心血，一夜烧成灰。踏实，非常踏实。秦建国离开李家村那天，没带走一片瓦，只带走个破编织袋。自从周秀兰死后，他在这村里彻底成了笑话。走在路上，背后是指指点点的村民。回到那个空荡荡、本该属于3兄弟的老宅，满屋子都是周秀兰和赵德柱偷情的阴影。养了20年的儿子秦昊跑得无影无踪，连个电话都没打过。秦建国迅速衰老下去，原本花白头发全白了，被驼得像张拉满的弓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距离李家村300公里外的省城，一双眼睛始终在暗中注视着他。满哥，按你吩咐，事情办妥了。私家侦探老六递给我一份资料，给老爷子在城南锦绣华庭高档小区安排了个门卫的活，那地方安保严，业主素质高，工作清闲，包吃包住。而且我托了物业经理关系，是以退伍军人及困难户定向帮扶名义找上门去招的他一点没起疑心。我翻看资料上二叔拘谨的证件照，微微点头。做得好。薪水怎么走的？明面上物业发3000，剩下5000，从你设立的匿名账户按月汇过去，名目是省级贫困乡村老年人生活补贴。他一辈子老实，政府打的钱他绝对信。满哥，你既然这么挂念他，干嘛不直接把他接过来养老？你手里现在也不差这几百万。我合上资料。老六，你不懂，我二叔他自尊心极强，一辈子没欠过谁。我要是直接给钱，他肯定觉得是施舍。再说李家村那把火虽不是他放的，可他毕竟是周秀兰丈夫，他心里的愧疚绝对不允许他白拿我的钱。我要的是他自己重新站起来，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当寄生虫的宿主。帮我盯紧一个人，秦昊那个假堂弟。对，周秀兰死了，赵德柱进去了，秦昊在外面绝对活不下去。等他走投无路，肯定会像闻到血腥味的蚂蟥重新盯上我二叔。二叔心太软，是他致命弱点。真到了那天，我亲手帮二叔剜掉这块腐肉。3天后，秦建国坐上前往省城的大巴，看着窗外远去的荒山和考古队帐篷，他长舒一口气。50多岁的人第一次觉得呼吸这么顺畅。锦绣华庭的保安工作对秦建国来说就像天堂，不用再看村民异样眼光，不用每天听周秀兰尖酸叫骂，每天穿着笔挺保安服在小区门口站岗巡逻。业主们大多客气，见了都会笑着打招呼喊句老秦。拿着每月8000的巨款，他一直以为是国家和单位的恩惠。秦建国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，甚至在门卫室后面空地用泡沫箱种了几盆小葱辣椒。直到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，他在小区地下车库巡逻，遇见了小野。那是个13、14岁的半大男孩，浑身湿透，像只流浪猫蜷缩在通风管道下，手里死死护着半个发馊的面包。秦建国手电筒光打过去，男孩像受惊的野兽，猛地亮出一把生锈裁纸刀。别过来！秦建国愣住，换做别的保安早一棍子打过去或报警了。他看着男孩充满防备绝望的眼睛，心里狠狠抽了一下。他想起秦昊小时候发高烧也是这种无助眼神，只不过秦昊的无助换来他的倾尽所有，而这孩子的无助换来的只有风雨。秦建国慢慢关掉手电筒，蹲下身，从口袋掏出一个还带体温的肉包子，放在地上轻轻推过去。我不抓你，吃吧，那是干净的。小野死死盯着秦建国，又看地上包子，饥饿战胜警惕，他一把抓起包子，狼吞虎咽。那晚过后，秦建国门卫室外经常多出一个装满空瓶的塑料袋，而秦建国下班后也会故意把没动过的盒饭放在通风管道下。半个月后，几个社会青年在小区外巷子堵住小野，要抢他卖废品的几10块钱。秦建国刚好下班路过，这个一辈子老实巴交、被村长欺负不敢大声说话的男人，那刻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怒吼着冲上去：“警察来了，我报警了！”几个混混见状，骂骂咧咧跑了。秦建国扔下砖头，手抖得厉害，他走过去把小野扶起。男孩满脸是血，却死死攥着几10块钱，抬头看他：“大伯，你为啥帮我？”秦建国用粗糙大拇指擦掉男孩眼角血迹，眼眶红了。我看不得有爹生没娘养的孩子受欺负。从那天起，
小野成了秦建国的尾巴。他用攒下的钱给小野在城中村租了个几平米单间，托人找了个修车铺学徒活。小野不爱说话，但手脚勤快，发了第1个月工资，给秦建国买了双带绒皮鞋。那晚，秦建国拿那双皮鞋在门卫室哭得像个孩子。20年给秦昊买过无数昂贵球鞋，没收到过一句谢谢。这毫无血缘的野孩子，却用最笨拙方式填满干瘪父亲的心。安稳日子过了快1年，就在秦建国准备去街道办打听收养政策，想正式认下小野时，李家村的幽灵顺着网线爬进省城。秦昊快活不下去了，赵德柱入狱，周秀兰死，他村长儿子耀武扬威的资本全没，拆迁款泡汤让他欠一屁股网贷，为躲债逃到省城，因为吃不了苦，很快沦落到网吧偷东西，混地下赌场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老乡视频背景里意外看到穿着笔挺保安服、精神抖擞的秦建国。老乡在视频里感叹：李家村的老秦在省城高档小区当保安，听说1月工资带补贴大几千，过得比谁都滋润。秦昊那双浑浊眼睛瞬间亮起贪婪的光。那老不死窝囊废居然在城里过得这么好，手里肯定攒不少钱。秦昊稍一打听，就摸到锦绣华庭小区门口。那天中午，秦建国正和小野蹲门卫室旁吃盒饭，小野兴奋比划：秦叔，师傅说我学得快，下月涨500工资，到时带你下馆子吃烤鸭。好，叔等着哟。吃着呢。一个阴阳怪气声音打破温馨，秦建国浑身一僵，筷子上的肉掉在地上。秦昊顶着油腻头发，吊儿郎当靠栏杆上。爸，好久不见，都不认识亲儿子了。怎么着，自己亲生不管，跑城里养野种来了？小野猛站起身，手本能摸向口袋扳手，被秦建国一把按住。秦建国站起身，嘴唇哆嗦，看这张疼了20年的脸，曾经的慈爱、痛苦、屈辱，这刻化作冰冷愤怒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是你爸，你姓赵。别说那么绝情嘛，赵德柱那老王八进去了，我妈也没了，我现在是孤儿，你养我20年，没功劳有苦劳吧？我遇到点难处，借10万救救急。10万？我哪来10万？就算有，凭什么给你？凭什么？就凭你还是我妈户口本上合法丈夫，就凭如果不给，我天天来这小区闹，拉横幅，说你抛妻弃子，为老不尊。看你工作保不保得住。还有这小东西，看他细皮嫩肉，我在社会认识不少兄弟，猜猜他们要是知道这小子每天走哪条路去修车铺，会发生什么？你敢？你试试我敢不敢？老东西，给3天时间，10万，1分不能少，不然让你们在守城混不下去。秦昊大摇大摆走了，秦建国颓然跌坐椅子上，脸色惨白。刚建立的新生活像泡沫被戳破。满哥，秦昊找上门了，开口要10万，拿叫小野的孩子威胁老爷子。老爷子这2天魂不守舍，偷跑银行查存款，估计想妥协消灾。要不找人把秦昊套麻袋打一顿扔出省城。我坐在办公桌后敲击桌面，2年离开李家村，用300万启动资金，在省城开了农业供应链公司，如今资产翻倍，商场历练，早褪去当初在果园的隐忍。打一顿太便宜他了，治标不治本。秦昊这种人就是吸血水蛭，给10万，下次就要100万。只要他在外面晃荡1天，二叔的心病就去不掉。那您的意思是给他设个局？我站起身，走到落地窗前，俯瞰城市。他不是喜欢赌，喜欢借网贷吗？让他彻底掉进深渊，一辈子翻不了身。另外，二叔那边不要插手，这是他必须自己迈过去的坎，只有他亲手斩断孽缘，才能真正重新活一遍。我吩咐老六启动暗网资源。秦昊不是缺钱吗？我就让人伪装成地下赌场放线人，主动偶遇他，借钱带他玩更大的局。秦昊贪婪无脑，根本经不起诱惑。3天时间，秦昊在好大哥带领下，把勒索二叔计划抛脑后，输光借来的20万高利贷。第4天，债主翻脸，把刀架秦昊脖子上。秦昊，这钱今天拿不出来，这条胳膊就别要了。秦昊吓得尿了裤子。我有钱，我爸在锦绣华庭当保安，他手里有钱，我带你们去找他，他肯定会帮我。行，带路。要是拿不到钱，我直接在小区门口剁了你。当晚，秦昊带3个凶神恶煞催收员，气势汹汹冲进锦绣华庭门卫室。爸，救命啊！爸！秦昊一进门跪在地上，抱着秦建国大腿。他们要杀了我，借我30万，不对，50万，你救救我最后一次，我以后一定给你养老。秦建国看着满脸鼻涕眼泪的秦昊，看着后面拿钢管的催收员，僵在原地。他浑身发抖，手本能摸向口袋里存全部积蓄的银行卡，里面有10万块，是准备拿给小野买房付首付用的。老头，替你儿子还钱吧，不然今天这事儿没完。光头敲敲门卫室玻璃，小野正好下班回来，抄起铁锹冲到秦建国面前。滚开！谁敢动秦叔，我劈了他！
小崽子找死！崔收员举起钢管就要砸，门外传来平静冰冷的声音：“住手！”我从黑色迈巴赫走下来，老六和几个黑西装保镖紧随其后。秦昊看到我像见鬼，眼珠子要瞪出来。小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没理他，径直走到秦建国面前。二叔看着我，我来看看你。老六立刻上前递给光头一张名片。光头看一眼名片头衔，脸色微变。林总，这小子欠30万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30万是吧？我拿出一张支票，刷刷写串数字甩桌上，连本带利益50万，带着钱滚！以后谁敢再踏进这条街，我保证你们全家在首城待不下去。光头确认支票无误，狠狠瞪秦昊一眼，带人迅速消失夜色中。门卫室只剩我们几个。秦昊看着我，恐惧变成狂喜，以为我是来救他。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。秦昊爬起往我身上扑，我一脚将他踹翻在地，用了10成力气。秦昊惨叫，捂着肚子打滚。这一脚是替我被烧掉的300亩果园还你。秦昊，真以为我会救你？那30万赌债是我让人做局引你进去的。秦昊猛抬头，你算计我？算计你？你不配。我只是把诱饵放大一点，是你自己像野狗咬上去。二叔，赵德珠的种不值得可怜，他今天为了钱卖你，明天就能谋财害命。我今天帮他还50万，不会再管第二次。怎么处理？您决定。我退后一步，把舞台留给秦建国。秦昊慌了，连滚带爬扑到秦建国脚下，抱住腿。爸，你是我亲爸，我错了，你跟满哥求求情，放过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赌了，给你当牛做马。秦建国低头看着脚下疼了20年却伤他体无完肤的儿子，手一直抖，内心剧烈挣扎。小野站一旁攥紧铁锹。秦叔，你别信他。他就是吸血鬼。空气凝固，所有目光集中在秦建国身上。良久，秦建国深吸口气，缓缓又坚定的一点点掰开秦昊手指。滚！秦建国直起腰，饱经风霜的老脸彻底释然平静。你不是我儿子，我没你这家人。从今往后，你死活跟我没半毛钱关系。再敢骚扰我和小野，我老命不要了，也要跟你同归于尽。秦昊彻底瘫软在地，他知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断了。这时，几辆警车停在小区门口，警察冲进来，直接将秦昊按倒在地。秦昊是吧？涉嫌参与地下赌场及诈骗案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看着秦昊被戴手铐拖走，我不仅设了赌局，还顺手把犯罪证据发给警方，蹲个10年8年是最好归宿。警车开走，门卫室外恢复宁静。秦建国转身看着我，眼泪决堤，上前紧抓我的手。我拍拍他粗糙手背，二叔，都过去了。以后在城里好好生活。我看一旁小野，他还拿铁锹像门神。我走过去拍他肩膀，小子，不错，有种，以后好好保护我二叔。小野愣了一下，重重点头。哥，放心，谁敢欺负秦叔，我先要他命。几天后，秦建国带小野办了收养手续，小野改名秦望，希望的望。周末黄昏，开车路过锦绣华庭，老远看到秦建国换上干净便装，和秦望有说有笑走出来。秦望提着烤鸭，秦建国拿着啤酒，夕阳把影子拉很长很暖。我没按喇叭，没下车打扰，升起车窗，一脚油门驶向繁华中心。李家村恩怨画上句号，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二叔在废墟之上找到真正家人。